红米 Note 15 Pro 这台手机刚刚拿到手里啊，就马上买来了一些这个保护膜，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做一个关于它配件的一个测试视频。那不管是你这台手机刚刚拿到手里，或者呢是你想去换这台手机的，也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我在给这台手机买保护膜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目前这个手机软膜是非常多，钢化膜是特别少的。但是这台手机呢，它是一个直面的屏幕，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些保护膜的体验可能不是太好。那接下来就不说废话，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些保护膜是什么样子。那首先第一款的话，可以看到2片装的软膜，然后附带的呢就是滑板，这是一个需要手贴的软膜。虽然直面屏很多人可能为了手感啊，或者是这个打游戏方面，它都会去贴钢化膜，但是目前来说确实这个钢化膜比较少，而且的话我买也买了，还是来贴上去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些软膜的效果吧。那保护膜上我们也能看到红米 Note 14 Pro 或者是 Pro 加高清，也就是说它不是红米 Note 15 Pro 的膜，可能是库存。那我就把它贴上去看一下这个适配的效果，已经感受到有点拉胯了啊。贴上去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覆盖面积，它写的呢是红米 Note 14 Pro 或者是 Pro 加，但是我买的呢是红米 Note 15，大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不管了，我们把它给贴上去吧，来看一看这个夸张的效果。贴好之后，可以看到我这个贴膜手法还是比较不错的，没有一点点的气泡或者白边，但是它贴上去这个保护膜的适配就很有问题了。我们亮屏这样的话就比较明显的能看出来，这个软膜它不是这台手机的保护膜。那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指纹识别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软膜啊，这个指纹识别完全不需要担心。那用上去滑动触控，这个顺滑度跟原厂的保护膜差不多，说不上特别好，但是也不是做的特别差的那一种。灭掉屏幕的话，其实这个软膜的劣势呢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它这个指纹沾染能看得出来。如果你手汗多的话，它就会更严重一些。这个跟我们自己这个使用上去可能有关系。防护性，它是一个普通的水泥膜，所以它这个防护性我们用指甲一划就能明显的看到划痕比较多，相较于原厂膜防护性会更差一些。因为原厂膜其实它是一个偏硬的，它比我们自己买到这种水泥膜效果要好。那这个由于不是这款手机的，我们就不多看了，直接把它撕下来去换下一款。那当然忘了说了，这个价格方面或者它片数以及品牌这些我都会放在这个视频里面，方便大家在给它选购配件的时候去参考。那接下来第二款有点师出图门，保护膜依旧是这种2片装的软膜，然后这是它附带定位器，和上一款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拿出来保护膜可以来看一下，适用于红米 Top 4 Pro、红米 K80 至尊，还是没有写红米 Note 15 Pro。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效果，因为我这个屏幕上是贴过膜，所以它非常干净，我就不去清洁屏幕了。但是如果大家自己在贴膜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屏幕比较干净，不然的话贴膜肯定是非常有问题的。这个保护膜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还是一个带开孔的。那这个保护膜大小来说，其实看上去好像正常一些，它是适配的，比上一款要好。那我们把它贴上去看一下什么效果。那因为这个保护膜跟上一款其实它这个贴法不太一样，这一款我们需要从上面开始贴，而且呢要手动固定一下就是摄像头开孔的位置，所以这一款贴膜的话其实要麻烦一点，没有上一款简单。但是我还是尽量不要让它出现气泡，就去看它贴好之后的效果是什么样子。不过这个直面屏贴软膜相较于曲面屏去贴软膜确实好像还是要简单一点，但是我看到这里还像是有一点气泡，不知道效果，把它给撕下来。那可以看到这个离心膜把这个保护膜本身给带上来了，它这个胶有点太粘了，那这个其实贴合就出现问题了。可以看到它完全把这个保护膜给带出来了，我是非常轻的慢慢的撕的，但是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去贴过这种软膜，我就怕出现这种问题。那这种情况大概率是救不回来，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把它推动一下，尽量让它好看一点。那推完之后，我现在它这个效果我已经是尽力啊，就是它本身贴上去可能只有稍微那么一点点的气泡，但是它上面那个离心膜太粘了，直接把这个保护膜本身给粘上来了，所以我就只能拯救到这个地步了。但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这个适配，至少它这个大小是没有问题的，看上去这个覆盖面积还挺大，但是下方这个空隙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应该能看得出来。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款保护膜它的效果，用上去指纹识别依旧是没有问题，秒解锁啊，滑动触控。顺滑度好像相较于上一款还会好一些但是软膜的材质跟上一款是一模一样的，用上去虽然会顺滑一些，但是指纹沾染可以看到依旧还是会有，然后上方有一个开孔，我贴的比较正啊，应该是比较正的。我们滑动上去可以看到这个效果还是和上一款一样，它们两个都是同一款水泥膜，防护性方面肯定相较于原厂膜要差。那这个的话就是第二款软膜的效果，但起码可以确定它就是红米 Note 15的保护膜，虽然它写的不是，但是效果还可以啊。我再来看一下它写的什么，红米 Top 4 Pro、红米 K80 至尊。那如果大家买不到这款手机的钢化膜，不妨你去试一试这两款手机它的钢化膜能不能贴在这个手机上。那把它给撕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3款保护膜，这是它附带定位器。那这种的话，我觉得应该就不是软膜了。打开看一下，2片装带黑边的钢化膜，这个黑边好像做的还挺细的，现在能看得出来。把它贴上去看一下，它这个覆盖面积怎么样，还有就是会不会有黑边遮挡。这种定位器无论是曲面屏或者直面屏，我个人是非常不推荐大家去使用的，因为用过的都知道非常的难贴。那它的用法呢，就是我们首先这个下面的离心膜先不要撕，大致呢把它给放到这个手机上，看准一下位置，我们需要手动的定一下位，然后再把这个定位器呢把它给粘上去。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保护膜是非常
常容易打滑的，你稍微动一下，它晃动的非常厉害，我们就要稳住，然后把它给固定到一角。这一角固定完之后呢，另一边也是一样。那可以看到我上方空余的就比较大了，那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去定位。定位完之后呢，看准之后再把它给按上去。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这种定位器还不如我们直接去手贴对准钢化膜，这种的话完全就是徒劳。但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作用我还是给大家演示一遍那这样的话，就我们第二次这样只需要这样等它去贴合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它是在自动吸附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效果，这个屏幕没有清洁干净，这里进了一些灰尘，但是我们不用担心，看一下这个保护膜整体有没有问题就可以了。那么这里的话，气泡把它给排出去，边缘这里稍微有些白边，这肯定不是灰尘导致的，能看得出来这里没有灰尘。那这里的话我们就不用管，因为这是我没有清理。那它大致贴合好像还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白边，但是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个保护膜我稍微有点贴歪了，这就是这种定位器的不方便，因为它太难用了，不如我们直接去手动对准位置。那我们可以大致的来看一下这款保护膜覆盖面积。那首先这个保护膜这边可以看到它露出来非常多，是因为我贴歪了，但是这一边它也没有超出屏幕，那就说明这款钢化膜覆盖面积并不是全屏幕覆盖的。那下方的话也是一样，下方稍微有点空隙，但是上方漏的空隙是非常大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一般呢只会认为一点，就是这种钢化膜它有黑边遮挡，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但是我觉得它肯定是会有一些的，因为它这个上下两边你可以看到它空余了多少，这下方少一点，但是上方很多，所以这个黑边遮挡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但是因为这款手机可能不是什么超声波指纹，因为这个钢化膜我感受是比较厚的，不过指纹它依旧能解锁这个钢化膜是比较厚的，但是好处就是它边缘有去做弧度，所以我们用上去这个钢化膜它也不会割手。那指纹识别没有问题，滑动触控钢化膜确实相较于软膜会更顺滑一些，但是这一款钢化膜我自己体验上去的话，它并不是做的非常顺滑，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用上去的话指纹沾染还是会有，但是相较于软膜会好一点，就是会淡上一点，这就是它大致的一个效果。贴合完把它给撕掉这个保护膜贴合的不是很牢靠我稍微用点力直接全掉下来了。那接下来这个第四款，这个包装还是配件都非常的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是一个秒贴合的钢化膜，上面写的红米 K80 至尊、红米 Top 4 Pro， 就是目前来说没有一款保护膜它是写的是这台手机，可能都是之前的库存，发现通用就直接用了。然后这个保护膜我看它这个黑边有点奇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这个黑边做的真的非常非常的细，但是它这个黑边粗细是不同的，左右两边比较窄，上下两边比较粗，然后角落的位置会更细一点，是一个完全不对称的钢化膜。那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还是直接把它给贴上去吧。那这个保护膜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定位器好像有点小，就是我这边可以看到已经是完全对着这个屏幕边框了，但是这边用点力气，可以看到我现在完全把它给按压到这个定位器上之后，手机直接弹上来。好，那我们就这样直接把它给贴上去，来看一下这个保护膜适配。这能对吗？这就是它的效果。那刚刚可能是我没有发挥好，也可能是这个保护膜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再来一次。好，贴合上去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护膜它的效果。下方空余的比较大，先把气泡给排出去。那贴好之后，我们能看到这款保护膜在这个气泡上它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它贴合还是非常有问题的。首先定位器做的比较小，这个手机我们如果想把它卡进去，我们需要用力按压，这个并不是我在演戏，我再重新来给大家按压一下，只要你稍微动一下，这个手机马上就会起来。所以定位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还有的话就是这个保护膜是稍微有一些歪的，这是它下方空余的比较多，但是它的上方空余的比较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保护膜本身呢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可以亮屏来看一下它下方黑边遮挡，这台手机黑边绝对没有这么粗，虽然它不是一个等宽的，但是绝对没有现在看上去这么粗，所以它这个遮挡是肯定的。不过用上去指纹识别使用触控依旧是没有问题，这应该是90%直面屏钢化膜都可以办得到的事情。用上去顺滑度相对于上款可能会好一些，它这个操作上去指纹沾染可以看到依旧还是比较淡，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所以它这个顺滑度就做的还行。那缺点的话就是它这个边缘没有去做弧度，上一款的话我们边缘摸上去不会割手，但是这一款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裸机用然后去贴钢化膜的，这款就非常不适合你，它这个割手感很严重，它一点弧边都没有做。那虽然能贴得好，但是下方黑边会有遮挡，上方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那现在我把这个保护膜从这里撕开，尽量来给大家看到这个钢化膜它这个遮挡情况。那可以看到，我就说这个手机下方虽然有黑边，但是肯定没有那么粗嘛，它这个下方黑边明显会遮挡一些。好了，那现在的话非常的快我们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款了。我这些保护膜已经是就是尽量来给大家用最简洁的语言和最简单的画面表达清楚，尽量呢让大家知道这些保护膜都是什么样子吧。然后这个下一款依旧是2片装定位器，跟上一款非常非常的类似。那效果到底怎么样？还是来看一下，它这个钢化膜黑边就做的比较粗了，相较于上一款。
我们有一个明显的对比。但是这一款钢化膜黑边它是一个等宽的，起码看上去观感方面会好上一些。那现在我把这个保护膜已经固定到这个定位线上了，我们把它贴上去来看一下。那这一款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啊，这款明显好放很多，这样就可以了。那至少它这个定位器定位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等待吸附。那这一款吸附的效果，我们把这个定位器先取下来看一下。效果的话还行啊，大部分能贴得好，但是下方这里气泡和白面来看一下它有没有问题。那这款保护膜会有气泡，但是能贴得好。那这款它这个下方我们能看到它是基本上完全覆盖的，这样的话应该能比较明显看出来，它下方是覆盖非常大。然后看一下上方，上方这个空隙能看到它会稍微的留有一些，然后左右两边这个空隙是一样的。这个钢化膜覆盖面积真的非常大啊！本来我以为这个保护膜黑边比较粗，它这档肯定非常严重，但是它如果这么大覆盖面积的话，我有点怀疑了。我这个亮屏来看一下吧，我打开一个设置，白色界面，这样可能比较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款保护膜，你觉得它有没有黑边遮挡呢？这是下方，这是上方，这个效果好像真不错哦，覆盖面积很大，边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割手，但是还是会去做了一些弧度，裸机用上去感受还好，能接受，但是它不是很完美。但不过就论这个覆盖面积来说，我觉得可以。那用上去啊，还没给大家测试，使用方面指纹识别用上去没有问题，然后滑动触控也是一样，灭掉屏幕，手指搓动。能看到指纹真的是很少啊，这一款我这样看上去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录出来的话可能不太能录得出来。但不过这个保护膜顺滑度或者是它这个指纹沾染的效果确实非常不错。那这个保护膜是不是还算是可以？我本来以为我买的保护膜应该会全部踩坑的，但是目前来说效果还好啊。这台手机毕竟呢是一个1000元价位的手机，所以不管呢你是自用或者是给家里人买来使用，如果想要去贴配件，就是保护膜，我在这里的话只有一个建议，太贵的不要买，因为这台手机才多少钱。那还有就是软膜不要买，太劣质的不要买。刚刚贴上去的体验，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那如果你觉得我买的这些保护膜价格或者是它贴方面你都觉得不合适，那目前来说我不建议你再去给这台手机去挑保护膜，因为目前来说这个手机软膜非常多，钢化膜非常少，但是它们的贴合体验我个人感觉都比较差劲。因为在之前直面屏上我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直面屏刚发布，它卖的全都是软膜。之前的话肯定是钢化膜为主的，所以各位入手这个红米 Note 15 Pro 的，在这个配件上一定要慎重考虑。如果你觉得价格贵，或者呢是没有你想要的种类保护膜，都可以选择再等一等。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啊。这个新手机买回来呢，我还没开始体验，就先来给大家去贴关于它的一个配件方面。那后面的话，我这台手机体验几天，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关于这台手机全面的一个测评，无论是它的性能方面，或者呢是它这个旗舰号还是大电池，它这个续航方面，给大家来做一个比较详细而且真实的使用体验。那如果这一段时间你不着急去购买这一款手机，也可以再等一等，等到我这几天测出来之后，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再考虑要不要入手这款手机。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